今天这支影片会来介绍一些下载资料用的命令列工具，但其实我最主要想要传达的意思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 rcron 很好用，值得你去好好设定它。第二个就是 rsync 很好用，常常会有一些下载资料的任务，比方说从 Google Drive 上面下载，但是常常得到的回应是，我从 Google 下载这个目录的时候，它还在包它的压缩包，又或者你用 G 档去下载的时候，说流量有限制，很多问题其实用 rcron 就可以解决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把今天的内容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 Curl 在现在的机器上面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找得到它，如果没有大概也可以很容易的去安装它。它最主要被拿来用的功能有两个，一个就是下载档案，一个就是打 API， 因为它可以做 get、post、put 这一些 HTTP 的协定。我原本下载档案最常用的其实是 wget， 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用的工具。咕噜 wget， 因为我原本最熟悉的是这个，特别是早期想要 mirror 一个网站的时候，我会使用 wget 直接把整个网站 mirror 下来。这是 GNU 出的。那其实 curl 也出现蛮久的，curl 也从这边看到1998年就有，但是我也是可能这10年才开始使用它。那一开始的时候还挺不习惯的，因为 wget 存档档名它就直接用人类可以读懂的名称，比方说你 wget 某个 URL 最后 data.txt 的时候，你下载它存起来的档名就会是 data.txt， 但是 curl 在不给它参数的时候行为不会是这样子，所以我花了一点时间才适应要用哪些参数。最后我一直用的参数其实是 JLO， 就是 dash 之后 JLO 三个大写的，因为我发现它其实还蛮好记的，因为 JLO 是珍妮佛罗培兹的缩写，名字的缩写。后来发现其实也蛮多人是用这个方法去记的。那另外一个跟下载档案有关的就是接续下载，它可以使用 C :减号来做接续下载。Curl 的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打 API， 所以它不但可以直接从网络上面下载档案，那其他的一些跟 API 有关的下载方式，也许像是 S3 或者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下载的情境，它也都适用。那这边有另外一个类似替代的东西，可以帮助你打 API 测试 API 的，叫做 HTTP IE， 它的指令，它的一些范例指令可以从它的官方网页上面看到，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工具。接下来要介绍的工具是 G 档，它可以帮你去 Google Drive 下载档案。后来的版本也越做越好，功能也越来越强，像是它已经可以下载整个目录下面的档案。它目前来说应该还是会受到一些流量的限制，因为 Google Drive 怕你用机器人去抓，所以某一些下载的方式会有比较强的流量限制，所以一些特别热门的 dataset， 如果你用 G 档去下载，往往会得到流量 quota 超过的警告讯号。而且很多 dataset 它的说明其实也是叫你用 G 档去下载，但是最后都没办法，特别是在热门的一些资料集常常会发生流量的问题。不过它至少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安装完就可以用它很直接去下载档案。如果要下载的对象是 Google Drive 的话，我更常使用的其实会是 rcron。 要下载 Google Drive 的资料还有其他几种方式，比方说 Windows 的话是 Google 有一个 Google Drive 这种东西，可以让你去 mount 你的 Google Drive 的档案到你的某一个磁碟机下面，你也可以 mount 好几个。如果你在工作用或者是你自己用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账号，它可以 mount 好几个。在很多时候它很方便，因为你可以直接使用档案操作就去做档案传输，但是问题是它很不稳定，它的档案传输我完全没有办法信任，特别是档案很大的时候，有些档案会在拷贝的时候会发生不一致的现象，所以这个是我不太使用它的原因。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要下载的是一个资料集的话，它可能是别人的 Google Drive， 所以你用这个 mount 它本身也不太容易做这件事情。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实是我觉得是用 rcron。 它在设定上面会有点麻烦，特别是 Google Drive 的时候，它有一个命令列的界面让你去 config 它，这边说明倒是还蛮详细的，你可以看到这是基本上就是它的过程，你去打 rcron config，然后会叫你输入一些东西。一般的使用还好，你就照着它的把它的该打的讯息都打进去就行了。但是像我们比较进阶的话，
我们会希望使用自己的 API key。Google Drive 本身有一个 API， 在 GCP 上面你要开一个账号，然后打开自己的 API，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 API key 的一些使用方式。那你要用那些东西来设定它的时候，你这边的传输会更快一点点。但是你不给它的时候，它有个公用的 key 可以让你使用。只是说有的时候，如果你某一些东西是跟组织，因为 Google 账号有些是在不同的组织下面，它会有一点点麻烦。一旦你设定好了之后，它 default 会指向你自己的目录，所以你可以做一些 LS 啊、copy 啊这些工作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说我现在要一个别人的提供的一个公开的目录，我要从那边下载怎么办？它有一个指令可以指定它的 root folder ID， 它有一个 option 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只要看到它 Google Drive 呢，你去这边找它这个 root folder 的 ID， 你也可以去存取别人的目录，只要你有那个权限就行了。除了 Google Drive 之外， Acron 也支援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协定，比方说常见的 S3 这些东西它也支援，然后 SFTP 它其实也可以用，所以你要经过 SFTP 去拷贝资料。如果你 Acron 已经用得很熟了，然后你可以跳过 SFTP， 直接用 Acron 去存取 SFTP server 的内容。下面就是一些支援的储存协定，包含常见的像 S3、Box、Dropbox、Google Drive、Google Photo、Google Cloud Storage、Mega、Nextcloud、OpenDrive 这些它都有支援。那它的指令呢，除了 copy 之外，它还有 sync， 还有 mount。sync 可以帮助你更有效率的同步两个不同的目录，所以它会先检查哪一些档案被改过，哪一些档案是新增的，而已经有的档案它就不会重复的 copy。而 mount 可以帮你的云端储存 mount 成一个磁碟机，可以更方便的让你去用原有的一些程式去操作它。Async 是一个很方便在你自己的几个不同的主机里头拷贝档案的工具，跟 curl 一样，它的选项非常非常多。那我最后留下来用的选项其实是 RSYNC-PAV， 有的时候会用 PAVZ 啦， Z 是压缩的意思，就是你只记得一组 argument， 然后就已经够好用了，就留下来。比方说好了，我现在我的 dir1 的内容长得像这样子，里头有一些我想要直接 sync 到 dir3 里头，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rsync-pav dir1 dir3 Enter， 它会有进度的，因为这很快，档案很小，所以它很快。接下来我看一下我们的 dir3 里头的内容，你可以看到 dir1 已经跑到里头去了。好，刚才的指令操作为什么会像是这样子呢？就是在里头建立一个 dir1 的目录呢？原因是因为我刚才 async 的时候，后面没有接一个斜线，这两个的语义有点不一样。如果现在建立一个 dir4 好，然后我基本上用一样的指令，只不过后面加一个斜线，它一样很快拷贝完了。但是我们看一下 dir4 的内容，你会发现它直接就会把所有的 ABCDE 拷过去，而不会新建立一个 dir1。那这两个要怎么理解呢？这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拷贝的时候有点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其实理解方面也很简单，当我们没有这个斜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物件，那我们就会直接把这个东西，不管它是档案也好，目录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我们就直接把这个 dir1 搬到 dir4 里头，所以它会在 dir4 下面产生一个新的 dir1。比如说这样拷过去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你看 dir1 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我后面加上一个斜线的时候，意思代表我把它视为一个目录，那所以我拷贝的对象是目录下面的东西，所以它不会在 dir4 下面建立 dir1，而是把 dir1 下面的所有档案一一的拷贝到 dir4 下面。它如果有下面如果是一些子目录，它会直接把它 sync 过去。我这边使用的都是 local 的目录，但是如果你其中一个是远端主机，好，比方说我另外一条主机叫 Deepkit1， 那我可以直接把我现在 dir1 拷贝到我的 Deepkit1 的加目录下面，然后就拷贝过去了。这时候如果我去 Deepkit1， 我刚才打了那个斜线，所以它其实直接拷到加目录下面这5个档案。类似的指令也有 SCP， 主要就是你只要 SSH、SFTP 安装好的话， SCP 就可以正常的使用。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只是我可能更习惯使用 Rsync。不过要值得注意的就是，你使用 Rsync 的时候，你的来源跟目的不能够都是远端的。所以今天有介绍的这些简单工具 ，Acron 值得你把它好好设定好，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下载资料集的时间。